宋思义，别人都说我是你的跟班，一提到赛艇队就只有想到宋思义你一个人。我也一直活在你的阴影下，但我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是真的喜欢赛艇，我也知道只有跟着你宋思义，我才有机会走向更大的舞台。你找我出来就是说这些吗？这些天你每天都早出晚归，不是缺这个课就是缺那个课的。你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我没遇到什么事儿，只是找到了更好玩的事儿。这就是你退赛的原因。对。但为什么你还要给赛艇队找好替补？为什么还要亲自指导他？为什么还要他好好配合我们去拿冠军？因为我一直都很有责任心啊。我离队之后，当然找一个补我位的人。宋思义，你当我第一天认识你吗？没事儿，你不说也没关系。但我总有查出来的一天。宋思义，以前你说什么我都可以听你的，唯独退赛这件事，我不可能任由你胡来。你看你找的都什么新手啊？怎么可能替代你参加比赛？宋思义，采访稿我已经写好了，你先看看。不用了，扔了吧。那天你可是很配合的，很想采访，还拉着我讲东讲西。我只是想追你，跟赛艇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是吗？一个人说到自己喜欢的事儿，那种眉飞色舞，都是假的。我只是对你抛媚眼而已。你爱怎么办怎么办吧。云倩，不就一个宋思义吗？你至于这么发现吗？瞧把我们小哥哥抽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看不谈，看不谈。云倩，你别告诉我你昨天勇闯男生宿舍是为了宋思义啊！我可什么也没看到啊！你至于这样吗？哼，你可是有前科的人。想想当初汇演的时候，你对我们家老师都做了什么？干嘛把我说的跟女变态一样？我那是为了宋思义的采访稿。很变态。阿姨，这个怎么被划掉了？哦，这有人交了挽回情况说明。啊？来，谢谢阿姨。我在宿管阿姨那儿还看到了一份晚归情况说明。嗯。你弄的？嗯。所以，你帮我是为了让我帮你挽回林薇？和他没有关系。那和我有关。
扣分是因我而起，所以我有义务负责到底。哦，那谢谢你啊。一鸣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我们宿舍最帅的秦胜同学要单身一辈子。又怎么了？今天袁浅来找老秦，原来老秦早就背着我们一众兄弟给他搞到了晚归情况说明书，人家姑娘感动死了，来问他是不是为他弄的。你猜我们钛合金直男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扣分因我而起，所以我有义务负责到底。”不过，我觉得这句话没毛病啊。追女孩子用点心好吗？人家女孩子肯定就想听到是为他呀。我觉得差不多。我就知道你的的确确喜欢袁浅。你看鲨鱼的时候，我看得特别清楚，你还想抵赖？属于你的鲨鱼 girl。我只是表达客观态度。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啊？哎，还有你，你成天说这个说那个，我也没见你找个女朋友啊。我？你不懂，我是因为有选择。我看你成天浪来浪去，也浪不出个浪花呀。其实啊，我高中曾经喜欢过我们班班花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发现，班花成绩特别一般，一直全班倒数前3，简直就是稳如泰山啊！那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吗？你给他补习啊 ！No， 以他的成绩，补习了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。将来如果和我结婚，那养家糊口的重任就全都在我身上了，所以我就放弃了。逻辑满分，我无言以对。不过，我突然发现，袁浅长得又可爱，成绩又好，简直就可以和我强强联合。正好他被老秦直男气所伤，我再多安慰安慰他，说不定就成了。他又不是瞎子。吃醋了，吃醋了！走啊！恼羞成怒了。上次你怎么让我丢脸的？这次我又怎么还给你？一副穷酸样，还到处装富二代泡妞，真以为没人知道你家什么德行？你妈当初不就一个清洁工吗？长只有几分姿色，还勾三搭四的。他就是不正经。你站在外面！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你，再打下去，就只能记过开除。来呀，打我！来呀！我告诉你，我们家虽然穷，但是我妈一直教我做人得有点良心。下次我再听到你叫她蛇羹，饶不了你。还有，恶心！你知道那个宋思义吗？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富二代，他就是穷小子，然后他装富二代追女生呢。哎，对了，昨天呢，他跟他室友还打起来了，真的？就因为他室友拆穿了他伪富二代的身份，恼羞成怒了。你说没钱还打肿脸充胖子，非得参加什么赛艇队？现在呢，闹着要退赛，害了所有人。有些人就是爱一厢情愿，把别人想象成富二代，结果发现不是，还怪人家骗人。明明人家穿的也只是普普通通，手机用的都是去年的旧款，不知道全身上哪点炫富了啊？怎么了？
前2天我在校门口网吧碰到陈浩了，看到他鬼鬼祟祟跟踪宋思义，不知道抓了宋思义什么把柄。回来后2人闹了一场，就开始流言四起了。他跟踪宋思义？嗯。 哎，不好意思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7层，谢谢。没事。浅浅啊，还没吃饭吧？要不要喝点粥？好，我最喜欢吃阿姨做的饭了。哎，见过呀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有点累，歇会儿。那就好。您长得特别像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位邻居阿姨。 您是不是姓周？05年左右住在解放路。你是袁浅吧？对对对，阿姨真的是你，我还怕我认错了呢。是我啊。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袁浅啊。您是周阿姨，那你是宋11。 有生之年啊！原来你早就认出我了，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害得我每次都误会你。你对我可不是误会，你对我是偏见。没有的事儿。我妈呢？ 阿姨去做检查了。你退赛是因为你妈吧？没有的事儿啊。周阿姨都告诉我了，你们队的赛艇出了点问题，需要钱维修，学校又没有经费，你就到处打工赚钱，想和队友凑钱修赛艇。结果这个时候阿姨却住院了，所以你只能放弃赛艇。我妈说话一向爱夸大，没有的事儿。 我又不是第1天认识你，你把钱都给阿姨交住院费了吧？我本来就不太喜欢赛艇，我就是奔那几万块钱奖金去的。但现在，冠军不冠军的也不一定，还得花几万块钱维修。我这样一算，想想还不如及时止损呢。啊，你参加赛艇比赛，就是为了赚钱？是啊，我本来就不太喜欢。 宋11，你骗谁呢？你知道吗？一个人有梦想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。如果你有什么困难，你就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会帮你的。
看吧，骗人吧？我骗你什么了？你刚刚那句话戳到我痛处了。你说有困难可以找你，结果呢，我需要找你的时候就把我推开了，还踩了我一脚。好啦，千万不要放弃，加油！宋思义，你脚怎么了？我说你怎么不来打球了？原来是陪女朋友。走了，再快点，我不是他女朋友。哎，你疼吗？慢点，慢点，疼，慢点儿。青山，你说的和我有仇啊？我是个伤患啊，跟拉牛车一样。我说青山，你怎么了？你好反常啊！没事，以后注意安全，别再那么莽撞了。我莽，是谁横冲直撞啊？可以说出你的故事了吗？你有酒吗？有水。刚好，我正渴着呢。啊，我喝过了。我又不介意。少岔开话题。我妈那天突然发病了，送到医院检查是心脏问题，后续费用肯定要花很多钱。我家里又没有什么积蓄，我攒的这8000块钱啊，就成我妈的救命钱，怎么敢去追什么梦想？那你怎么不跟大家说清楚？我还不了解他们吗？如果他们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肯定会把赛艇的维修费啊全都给我用。我继续待在队里啊，只会拖累大家，所以想着不如找个其他人进来，继续陪他们走下去。说不定他们更想跟你一起并肩作战呢。要不我先借给你点吧，你先撑过这段时间，好好训练，把冠军拿回来，这样钱有了，名也有了。怎么，你要变富婆了？你可别小瞧我，我可是那种买彩票都能中奖的。行，那等你中了500万，可别忘了我。哎，我要去吃饭，你去吗？我就不了吧，我去找刘远航谈一谈。是应该好好谈谈。青山，扶我一把。你扶我一把呀，青山。慢点。有事儿？你需要做？你确定不是有什么事儿要问我吗？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哦。今天去医院怎么了？不是说好了吗？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回答。钟思义妈妈身体出了点小状况，陪她去医院做检查了。你还认识他妈？我们2个小时候是邻居。怎么了？没事。或者，你有什么别的想问我的？我觉得，你是不是对我有点误会什么的？问你什么？
你和宋思怡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俩什么关系啊？我跟你解释这个干嘛？我是怕你还有什么别的想问我的。没有。贾思成，英薇，有事吗？我想和你谈谈。谈青山？不是的，当初的事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可这半年多来，你总是躲着我，我心里也很愧疚。我们不该是这样的。你还在怪我吗？没有啊。真的？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呢？我手机一直静音状态，而且我们雕塑系确实挺忙的。那你以后能不躲着我吗？嗯。贾思成，我是真的把你当做我很重要的朋友。你上次看我受伤还帮我了，你心里也是把我当朋友的吧？嗯，是的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还有课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你要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你直接找我。好。拜拜。哎，这个我想搬家，搬到哪？你怎么回来这么快啊？那哥们儿没事吧？没事，骨折。骨折叫没事儿？哎，还真是在你那什么都不叫事儿了啊！算了，我改天看看那哥们儿去吧。你继续说。好，这个吧。如果你遇到喜欢的女生，你问她会不会喜欢你，对方说不会，那你怎么办？那我就再换一个人喜欢吧。你还想不想追女生了？这个时候，你应该含情脉脉地说：“没关系，你不会，我教你啊。”什么破玩意儿？下一个。怎么向你喜欢的女生表白？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你好土啊！这个送给他。您什么意思啊？你先。你之前好像在校外做过兼职，你都是怎么找到兼职的？第一，他主动找你聊天。上网找。其实吧，我最近手头有点紧，想找个兼职试试。你知道什么渠道找兼职更快吗？搜到兼职的消息，然后打电话过去问就行。对呀，可以打电话。小的时候我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就是一个手绘本，我把它都画满了，瞎画满的。第二，他愿意和你聊私人话题。第三，他愿意跟你一块出去玩。如果同时满足了这3个条件，那恭喜你，对你有意思啊。
这周末市文艺馆有个艺术展，你要去吗？我最近没时间，就不去。我最近是真的没时间，你看我都开始在网上找兼职了，哪有时间去附庸风雅？那如果你不找兼职的话，你去吗？金教授问的。我就说嘛，肯定是要统计出勤人数。走了。我刚才又说错哪句话得罪他了？刘伟，刘伟，别走啊！上次我和你说的事儿，你考虑怎么样？啊，一起吃个饭。我没有空。哎，刘伟，今天吧，就今天，想吃什么？啊？下次再说吧。就今天吧。刘伟，你要回宿舍对吧？一起啊！哎，刘伟，哎，你松手，等会儿吃个饭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呢？够了没？不管用了多少次，只要管用的招儿就是好招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每次都坏我好事儿。你别自作多情才是。走了，谢谢。以后再遇到他，不要害怕，他很怂的。其实我已经委婉拒绝过他很多次了，可他还是这样。对待这种脸皮厚的男生，不要委婉，要直接，毫不留情面。谢谢你啊，我请你吃饭吧，今天多亏你在。举手之劳而已。不过我今天没时间，我要去应聘。做兼职吗？你帮了我，我也要帮你。我有亲戚公司在招大学生兼职，我给你介绍吧。别，本来就是去应聘的，应该的。没关系，如果你的新工作不好的话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得报恩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。哎，你好，谢谢啊。哎，你那么爱帮助别人，那你帮帮我。我现在特别缺女朋友，你又那么爱出头，见不得我追别人，要不你跟我算了。好狗不挡道。哎，发传单很辛苦吧？我帮你吧。用不着。我帮你发传单啊！你给我。来，发，随便发，快发！真可惜。是啊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们发传单是不是有人看着呀？别人看你扔了这么多传单，你会不会解雇啊？干嘛？谁跟你说他没有男朋友的？啊？我还没跟你提分手。想要啊？就拿好。你还要陪男朋友，没有时间发传单。你们几个走的时候把这里收拾干净。等什么呢？剪吧。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路过。为什么每次我遇到问题，你都正巧在，而且还救了我？顺手。不喜欢看一群男的欺负女生。其实他也没有欺负我或者调戏我，他只是怀恨在心。那我多此一举。不，你在我心目中形象光辉，英雄救美。美。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人身攻击啊？走了。
喂，哎，许任，一会儿回来顺便帮我带个饭吧。吃什么？都行，你看着办吧。啊，加油！你要赢了比赛，是不是得请我吃顿好的？那可不。老千，你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啊。我饭呢？你不会忘了吧？让一鸣给你带。哎呀，可怜啊，宋思义，你要不要先洗个头啊？那个水是不是绿的？你头顶上都一片大草原了。你要想说什么就直说。那个袁浅啊，你捧在手心里，结果呢，人家都有男朋友了，你还在这当备胎。哎。我可是亲耳听到他们班秦深说，要她陪男朋友呢。你挨揍没挨够吗？可怜呐！我不希望他的名字再从你的嘴巴里说出来。还有，她有没有男朋友，我最清楚。袁浅，袁浅，突然找我，有什么事儿？你最近好吗？很好啊。那你开心吗？挺开心的。你，大哥，好好说话。袁浅，你是不是有男朋友啊？是秦深？怎么可能？当然不是啊。啊，原来如此啊，那就好。我还有训练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什么鬼？你走路没声啊？麻烦让让。这人有毛病吧？时好时坏，忽冷忽热。
培美艺术学校，教画画的。老钱，你现在都投这样的兼职了？不偷窥会死。天地良心，压腿兼职，我光明正大看的。你想起兼职了？嗯。忙点也好，免得你半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，不知道在想哪个心远的项目。一定是太闲了。培美艺术培训学校，兼职美术老师，那也不错啊，可以试试。你又要找兼职？你有那么缺钱吗？不是被上家开除了吗？可以找下家啊。也是啊。喂，袁浅，我问过我亲戚了，他那边缺人，你可以直接过去上班了。不用了，谢谢啊。我找到工作了。真的吗？在哪啊？培美，一家艺术培训学校。培美啊，那挺好的，那你加油啊！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可以随时跟我说。嗯，好，谢谢你啊，拜拜。你这还没投简历呢，你就跟人家林薇说你在那儿上班，你就那么怕人家给你介绍工作？当时在犹豫什么？是啊，我又没有女朋友。秦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也来上课？嗯。你画画这么好，在这种幼儿培训班能学到什么？啊，他说的上课是当老师的上课。哈哈。啊，是这样，学校呢又招了一个美术老师，他呢就由你带了。啊。听说你们是同学吧？同校、同系、同班、同学。一时没想到，咱们俩关系居然这么亲密啊！我先去上课了。老师再去帮你拿点水彩笔啊。第一名果然是不一样，学东西就是快。不过这边就这些事儿。嗯。你怎么会来做兼职？我是通过正规的渠道、正规的面试来的。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觉得你那么喜欢雕塑，应该跟着金教授做项目才对。怎么会来教小朋友画画？金教授那边，一年也就几个项目，
对呀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是看到招聘广告，投了份简历，连面试都没有就被录取了，实在是太容易了。我没有问你。我都说完了，你就当你问了，能死？哦。今天新来的那个兼职男老师，好帅啊！听说他跟上周来那个女孩只能留一个。哎，小点声儿，别被那女的听见。没事儿，又没人。你又知道？哎，听说那个女生上周捅了个大娄子。真的啊？领导对她的个人能力非常不满意，这不又招了个新的来接管她？好像是说2个人之间只能选一个。要我看，肯定是新来的那个帅哥留下。你就看人家帅的，不行啊，没出息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是这儿的兼职老师，我不在这儿能去哪儿？我是说你怎么还不去吃饭？我不饿，我去班上了。你先吃吧。午餐时间班里有托管老师。好懂事儿啊，陈博宇，记得回家要把这个色站好。好的，好，谢谢老师啊，拜拜，哎见。呀，是不是真好看呀？每个小朋友的名字你都记得住啊？嗯，厉害。这就是当老师的基本要求。袁启啊，你得向晴晴好好学习学习，人家来的晚，上手比你快多了。谢谢主任，我会努力的。嗯。连出来兼个职都要被碾压，可真不容易。希望不会被他压得丢了工作。想什么呢？报告主任，我在领悟您的教学要求。是这样，今天晚上呢，学校安排吃饭啊。你们新来的老师呢？浅浅。林薇。秦深是我们这儿新来的老师。秦深，好巧，你也在这兼职啊？哎呀，你看，我都忘了，你们是同学是吧？那个林薇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去看校长了吗？嗯，我刚从那儿出来。你还认识校长？何止认识校长啊！我林薇啊，是我以前在那边当过舞蹈老师。对，哎对，当个舞蹈老师，你看我这个记性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林薇在的时候，哎呀，学生老师都喜欢，尤其校长特别器重。没有，哪有您说的那么夸张？袁浅，下班了吧？一起去吃饭。别吃饭啊！今天学校安排欢迎会啊，这个所有新来老师都在，互相认识一下啊。林老师，那我是不是见者有份？来呀，一起来！那个，别愣了，走吧，走。哎，同志们，我算了一下啊，咱们离上一次聚餐应该有3个月了吧？今天啊，管够，随便吃啊，不要给我留面子。谢谢主任。哎呀，最近这个画的还不错呢。真不错。哎，谢谢啊。看看哎，看看啊，看看人家的风度，你们得学着点啊。是这样，作为主任呢，我提议敬一下新来的同志。虽说他们是兼职，但是在咱们学校没有兼职全职，都是一视同仁。来，眼前。主任，我和你喝吧。现在不是体现风度的时候。女生不适合喝酒。哦。男生喝酒，女生还是喝饮料吧。啊，
没事儿。主任，我能喝，这杯我干了，您随意。喝了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来来来，我再给你倒一杯。哎呀，来，咱们集体敬他们2位，来，我给你倒上。来，干杯！干！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元钱，你的酒量不错呀，我再给你倒一杯，来。我先去个洗手间。啊？哎。那个，这吃吧吃吧。你想一股子酸味进去。我身上很香吗？不会喝成什么香？那我也不能被你比下去。我入之前，他们告诉我，班里要参加市里的绘画大赛，差一个导师，所以多招了一个。啊？所以我们不是竞争关系了？哼，你笑什么？笑你不自量力。所以你不是来取代我的？你的实力，谁都可以取代。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巧？就在一个班了呢？林薇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一下子慌了。1、2、7，好。秦深，你帮一下他吧，他的脚好像崴了。那个，要不你背他一下？不用了，我可以的。秦深，你就帮帮忙嘛。
袁倩，借我张纸白，我擦个脸。那张就可以。你是要一包纸巾吧？都没见你还过。都差不多，要不然我用完了还你。不借。真的假的？袁倩同学，你现在这么抠了吗？你以前可不是这样对人家的。这张吧。连坐。连坐？我得罪啊，老秦得罪你了。哼。袁浅，林薇，你来了。我来找袁浅的。袁浅，昨晚真是谢谢你了，我给你买了点零食作为答谢。你脚没事了吧？嗯，没事了，其实本来也不严重，就是当时比较疼。啊，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，我就按照我的喜好买了。无功不受禄，昨天背你的是秦深，你应该感谢他。你们俩以后有什么事儿直接交流，我可不敢夹在中间。拿走。你们俩今天怎么回事？莫名其妙的，跟两座大炮一样，你一炮我一炮的，搞什么呢？我才没有。你们因为我的事吵架了？没有没有，你别想多了。都不要，那我拿走。你脚没事吧？嗯，没事，谢谢。谢谢你的零食。那我先走了。我送你啊。这里。因为我先到就帮你点了。我记得你喜欢喝的是无糖美式，对吧？谢谢啊。你也挺奇怪的，喜欢喝这么苦的东西。我只是喜欢原味的。你要吃什么？随便点。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你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直说吧，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我其实能交心的朋友没有几个，只有你是一路看着我走来的。秦深现在和别的女孩越走越近，我是不是没希望了？你对秦深的喜欢，就这样？什么？据我所知，他没有和别人在一起。你这样就放弃了？可是真的喜欢一个人，至少应该努力到最后一刻。慢点。林薇，你快点，我们先走啦。啊，等等我。接着，好。哎，你开够了。走。安全点。好。谢谢。去哪？前面舞蹈队。嗯。因为我们先走了。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林薇，这就是你们班的秦深吧？果然和传说中的一样，
长得好帅啊！你说的对，我如果现在就放弃的话，也太对不起我之前3年了。放弃一个人是很疼的。谢谢你啊，贾思成，大家都在劝我放弃，只有你永远给我勇气。你还像个孩子一样，永远那么情绪化。其实之前你不理我的时候，我还挺害怕的，因为我一直觉得只有你一个人是真的对我好，真的把我当朋友的。还好你肯原谅我了。我都说了嘛，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开学比较忙。我们点吧，我记得你喜欢吃什么。哎，小钱你在呢？给你看看，袁浅呢申请去少儿4班，1班交给你了，下周会有一个新老师过来配合。林主任，绘画比赛马上要开始了，以1班的能力拿奖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现在换老师可能对他们会有影响。可是他执意要带4班啊，说留下来怕影响你工作。不过我觉得吧，以他的能力还是适合带小班。以他的能力带大班完全没有问题，但是以他的性格，目前不适合独立带班。也对啊，我琢磨琢磨。嗯，那主任我先去上课了。好，好。那个林主任说了，以后由我来负责4班。你什么时候有空，我们做一下交接工作。不用。哦。那你工作要是出了什么状况，可不要怪我没交接清楚啊。不会。那就祝你工作顺利。还有啊，恭喜你，以后终于可以不用再忍耐我了。林主任。啊？不是说好以后让我带4班吗？好吧，那我会好好指导，争取得奖。谢谢林主任。不用交接工作了。没有，只是我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，你可能要再继续忍耐我一阵子了。这个人脑子里是不是有个警戒雷达呀？说话超过5个字就会自动报警。激光笔，给我。以后你要是再捣蛋，我就跟你爸告状，记住了吗？不要给我。我现在通过手机也能监控你了。要是再不听话，直接通知你父母。秦老师，知道该怎么做了？知道了。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继续画画吧。
都在看什么呀？看我吗？脸上也没有东西，都在看什么？难道是太美了？你得长个，要不太拉低咱们宿舍身高了。哎，我怎么就拉低了？你看看老杰，看看我，对不对？我这叫浓缩，就是精华。那你这精华没睡好？我昨天晚上认真的想了一下，我们俩的事儿，并不是命运的安排。嗯。你的机会虽然已经错过了，无法挽回，但是我还有机会啊！我完全可以改变命运。你是这么理解的？对啊，我说的不对吗？你是猪吗？什么？你怎么突然人身攻击上了？袁浅、秦深，你们昨天怎么没有来庆功宴啊？你们可是主角哎！我昨天有点事儿耽搁了。袁浅，如果你有事的话，下次告诉我一声吧。我跟他们都不熟，要是知道你们不去的话，我也就不去了。我还被他们灌了好多酒，太坑了。这个，你去不去是你的事儿，和他无关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听起来就是这个意思。老师来了，该上课了。你刚才是为了掩盖昨天晚上的事儿，还是维护我？你猜？这怎么猜得到？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？袁浅，我知道你真的很想帮我，我也很感激。但这钱，我真的不能要。这是给阿姨的，又不是给你的。你偷偷把钱给我妈和给我有什么区别？你真的不用这样，我有钱，这钱你自己留着用。这钱我是借你的，又不是送你的，将来你还要连本带息的还给我呢。那我就更不能收了，我现在不缺钱，还背着利息干嘛？收好了，别掉了。对了，新开的选修课都在周末，还有马上的定向越野。你现在有钱了，就不要去打工兼职了，好好上课。你确定你有钱？我确定，放心吧。啊！别拽我头发，走了啊。好好上课。哎，拜拜。妈，你是不是把你外公的手表卖了？对不起，妈。等我比赛结束了，我拿到奖金，我完全有能力可以把外公的手表给赎回来。都是妈妈的错，我不该收袁浅的钱。你们是朋友，让你用他的钱，太伤你自尊心了。不是这个原因，我是对自己有信心，我一定会赢得比赛的。都是妈妈的错，手表卖了就卖了，妈妈只是觉得没本事帮不上你。
如果不是妈妈任性，非要把你留在身边。不，妈，谢谢您能一直支持我的梦想。妈，想吃您烧的红烧排骨了。今天晚上能吃吗？那我今天晚上回家吃啊。哎，好，好。那就这样说了。拜拜。还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，每天都无忧无虑的，特别开心。有时候我真希望，一觉醒来，什么都没变，我们还在高中。是啊，可惜回不去了。回得去的，只要我们想的话。晚上我生日，你能过来吗？喂，袁浅，我听说你辞职了。最近学校有课，没时间过去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哦，对了，你是不是落了本油画技法在培训学校？我看后面有我们图书馆的印章。对，我说丢哪儿去了？原来是落在培训学校了。我就知道是你的，所以顺路给你拿回来了。林薇，那你现在在宿舍吗？我过去找你拿一趟，因为这个书明天就要到期了。我现在在外面。没事儿，我晚上去找你也行，明天还也来得及。我今晚不回去了，明天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去。你能出来拿下吗？好啊，那我去哪儿找你？温莎 KTV， 晚上7点。好的，晚上见。怎么还跑 KTV 去？秦深，今天晚上我生日，好多同学都来，你也一起来聚聚吧。没时间。袁晴也来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是不是在你眼里我做什么都是有目的的？袁简是我朋友，我只是想让他陪我过个生日，怎么了吗？晚上7点，温莎 KTV。嗨，吃饭了吗？吃了。怎么了？晚饭。你要约我吃晚饭？现在才2点，吃什么晚饭？一起吃晚饭吗？不行，我今晚有事儿，要不明天？什么事儿？突然对我的事儿这么关心，难道？走了。你们随便点啊，千万别跟我客气，一点都没变。没有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特别可爱。烦不烦？我知道我长得逗，真是的呀！别理他，多说话。哎，袁浅，来。哎，我是来拿书的。一会儿再给你，先进来坐。就是，来干一个。林薇，今天你过生日啊？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，连礼物都没带。我就是担心你破费才不告诉你的，你能来我就很开心了。你先坐，我去接其他同学。好，你先忙。袁浅，袁浅，袁浅，贾思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快过来，这边有空座，快过来，快过来。
等我一下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就坐这儿。这不太好吧？还是得靠自己啊！对吧？真假？他是你同学，你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其实你是行。没事儿，我就坐这儿吧。啊，没事儿，那边要是有空，你就坐那边吧。下次你再拽我的时候，能不能先分清楚我是人还是麻袋？抱歉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又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有事儿。来干杯！想吃什么随便拿，就当陪我来的专属优待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嗯。对了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和秦深还有林薇，我们高中同学。你和他们也是高中同学啊？嗯，是啊，我还以为你会比较意外，秦深和林薇是同学。没有没有，林薇跟我说过他们是同学。其实我还挺意外，今天秦深会来。他们是高中同学，秦深会来也很正常。嗯，以前秦深对林薇就挺照顾的，确实正常。袁浅，你拿啊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用客气。反正今天林薇请客。嗯。秦深送她的钱包都磨破了，她都一直不舍得换。秦深送林薇钱包？是啊，一直随身携带呢。他俩果然有问题，随便一说就信了。零食来了，男士喝光。是啊。你自己看啊。来，吃零食啊，吃零食。喝好。思成，你赶紧，赶紧。好。快点，你们过来。啊，我就是想帮你把卡放进去。我自己来就好了，谢谢啊。来了。你先喝了。好。然后该林薇了，该林薇了。嗯。来看看是啥。我是在这里。林薇，让你左边的人做真心话大冒险。那我问了，你听好了，你喜欢的人是谁？我喜欢我爸妈。这个不算，是对男生的那种喜欢。那萧敬学长，这也不算。萧敬学长是名人，你那最多就是崇拜。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可能没有喜欢的人，我最喜欢的呢是学习。袁浅，能不能好好玩真心话？你别东扯西扯的。哎，行了，大家别难为袁浅了，他不愿意说，也许人就在现场，他不好意思呗。在现场呀。那也许就是我呗。那你快算了吧你。其实我觉得没有喜欢的人也很正常，我们继续玩吧。来，下一个戴雅青了。啊，该我了。大娘。来，爸。来，众人干杯！所以我没什么目的。秦深，
你从来没有来过我的生日。今天要不是我说袁浅在，你根本就不会来。我知道你是为了他来的，但你这么紧张，是害怕我吃了他吗？你有什么目的，自己心里清楚。我要怎么做你才能相信我？我说了没有就是没有。我喜欢袁浅，我把他当朋友，今天只是想让他来陪我过个生日而已。我邀请你，也只是想缓和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不要总是像仇人一样。就算我们做不成情侣，难道连普通朋友都做不成吗？以后不要再找袁浅，他不适合陪你演这些宫斗戏。那我看了啊。好，谢谢。多点，行了行了，先走了。你喝点，林薇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啊。袁浅，袁浅。袁浅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还是很喜欢他。我都喜欢他3年了，喜欢都快没了我自己。我其实特别害怕从你口中听到你也喜欢他的消息。但我知道我应该祝福你们的，但我真的做不到。为什么他总是不肯正眼瞧我？为什么他总是误会我？我到底哪儿还做得不够好？袁浅，袁浅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到底怎么样他才会喜欢上我啊？戴青啊，林薇，我让大姐再送你回去，你回去早点睡好吗？喝成这样了，我来，交给你了啊。哦，你回去吧。没事吧？咱们回学校了，好吧？我要回去，我不想回去。有事儿？没事儿。有就说。你和林薇是不是在一起过？没有。啊，直男也不全是朽木嘛。在干嘛呢？睡觉。这么早啊？今天太累了，还喝了点酒。怎么还喝上酒了？林薇过生日。哦。对了，我有一个好消息想告诉你，你要不先猜一下？我要睡觉了，明天再说吧，挂了啊。宋思义真的好烦啊，幼稚死了。小宋呢？我去看一下。来，今天咱们取得这么好的成绩，大家都辛苦了。我代表公司再敬大家一杯，来，干！谢总。跟你妈通电话呢。公司问你回去的时间，给你定几号？就明天吧。明天？这明天可只有最早的航班。没事，那就明天最早那一班。你不睡觉了？这庆功宴结束，回去都快天亮了都。
我这一刻有特别想见的人，虽然他挺没良心的。打工小妹，赶紧啊，都等着你呢。老秦，你快过来！你秦你可厉害了！庆祝我校学生宋思义赛艇比赛夺冠。宋思义队爆冷拿下这次赛艇比赛冠军，现场观众都要疯了。不止现场观众要疯，学校领导都要疯啊！首先，我非常感谢我的教练和队友，除了他们，我还想感谢一个女孩。袁乾，你快下来，出大事了！你们都过来，快！他为了能让我重新回到这个赛场，什么呀，大惊小怪的！快点！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打工。没有他，我想我不会取得现在的成绩。那他跟你是什么关系？女朋友吗？是啊，什么关系啊？说一下吧，宋先生。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是啊，你说一下吧。他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。宋先生，那这次大赛是因为他才来参加的吗？是啊，宋先生。袁潜，解释一下吧。赛艇不好看，算了，换别的吧。一般，很一般。这个人，哎，老秦，袁乾，他说的这个人是不是你？对不对？啊，不行了，我要倒戈了！宋思义，你也太浪漫了，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表白呀！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姨夫的感受？金山，对不住了，我现在已经是宋对人了。切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直播表白吗？我支持你选择宋思义。瞎解读什么呢？我们两个从小就认识，是彼此很重要的朋友，也是应该的。哇，还是青梅竹马！青梅竹马可是很纯洁的，我从小看他穿开裆裤长大，就跟亲戚一样。不过我没想到他能赢，还挺厉害的。老秦，你说你秦迪不会说的是袁潜吧？他最近打工真的很积极啊，不是还跟你去做了那个什么老师吗？关我什么事儿？你就作吧，等他真的跟你秦迪在一起了，有你后悔。我上厕所去了。你不想猜就不猜了，我就直接告诉你吧。我看到你的采访了，恭喜你啊，大冠军！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说这种话陷害我？我怕被你的迷妹们弄死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他怎么给我打电话了？的用户正忙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， the subscriber。谢谢啊。问你个事儿呗。什么？那个体育系划艇的宋思义，他说的是袁潜吗？我就知道你帮我提一种是有阴谋的。是吗？是。我就知道。宋思义这次简直太帅了。昨天我们寝室几个围在一起看他的比赛视频，激动的在寝室大喊大叫，简直成为他的迷妹。亏你跟我们老齐还是同班同学啊！那个姓宋的哪点比我们老齐帅？宋思义也很帅的好吗？最重要的是，宋思义有一个秦深完全跟不上的优点。不可能，宋思义的优点就没有我们老齐没有的，绝对不可能。主动。主动。女孩子嘛，其实很好追的，男孩子就是要主动的、不停的在他面前刷存在感，不然再帅也没有用啊。那要是论刷存在感，那我们老秦比那个姓宋的强多了呀。他要见一面多难呀！我们老秦每天都能出现在袁潜面前。
你真的是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，跟你八卦都比跟别人没意思。哎，你干嘛呀？怎么来我这儿了？我多了一点你，分你。谢了，兄弟。哎，我刚才跟他聊天，打探到了一点消息，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你应该再主动一点。比你还要吗？哦，还有，朽木不可雕也。你在做什么？做作业。我说，做什么？我在做天鹅交警，现在泥饼已经捏好了，纸团儿也弄好了。用泥饼把纸团包起来，注意形状。接下来把铁丝弯成天鹅颈的样子。秦深，我也不是非要拿第一，要不你先去做你的，等会我有问题再问你。你站在我旁边，我觉得很有压力啊，这样怎么能做好呢？感觉比金教授站在我旁边压力还大。女孩子嘛，其实很好追的，男孩子就是要主动的、不停的在他面前刷存在感，不然再帅也没有用啊。喂，宋思怡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哎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忘了你的饭的。你等等，我回头再跟你说，我还有点事儿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，我那个公天鹅的脖子怎么立都立不起来？你能帮我看看原因吗？我就是按你说的做的。我做的是天鹅交警，但是就是这儿立不住。铁丝型号错了，太细，啊，撑不住。那怎么办？我该不会是要重做吧？如果时间来得及的话，可以。我最近都快要忙死了，居然还遇到这种事儿，你打工是为了宋思怡吧？那个宋思怡最近遇到了点事儿，我得帮帮她。你们是青梅竹马？不是，也算是吧。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。你对她的事挺上心啊。我们俩关系好呀，互相帮忙是应该的。是吗？哎，你轻点儿！你断了！那我做的是天鹅交警，现在看起来就像个卤鸭脖。不好意思啊，手劲太大。那怎么办？我下午还要交作业呢。
天鹅交警有另一层含义，是交配，不雅，不如就叫天鹅之殇吧，既凄美而且不俗，一样。哪里一样了？不一样吗？来，你的手，这是啥？你说金教授会不会觉得我太敷衍了？袁倩，你就不怕老师削你吗？这是什么作品？生离死别还要放一起？我做的是天鹅交警。袁倩同学，你可以侮辱一个学渣的成绩，但你不能侮辱一个学渣的视力。我当年就是靠着这双火眼金睛，窥视到协作的几道英语选择题，才没有挂科的。教授，我们准备好了，请您检阅。我觉得像这种手法粗糙，但是形用很准的作品已经很少见了。不用说，第一名又是老秦的了，毫无悬念。说实话，你到底为什么掰断我的鹅脖子？现在一生一死，不伦不类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少来，你那是谬论。谁知道天鹅交警是交配的意思？再说了，就算是交配，那也是为了生命的延续，很高尚。哦，我那是站在艺术的角度。文浅，你过来。这天鹅死了。他不错啊，有进步。天鹅之殇。天鹅是严格的一夫一妻制，一方死亡了，另外一方就不吃不喝，执意的去殉情。袁浅同学呢，就是抓住了这种动物情感的特征去创作，直击内心。比普通的天鹅交警要更具有悲情色彩，好，非常的好。你那什么表情啊？我解读的不对吗？对对对，非常对。